婆婆给我1个亿，让我陪她上综艺。小圆说书提醒您记得开 WiFi 哦。喜欢女主爽文的宝贝们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哟。接上集，难道这就是习家代代相传的宠妻品质？太秀了，我也想嫁入习家大门。习大佬是要冲到现场给妻子和儿媳妇做菜，这七宝也太能干了，被公婆宠上天了。17走上前，慢条斯理的从袋子里拿出一只杀了的鸡，问视频里的人：李管家，这只鸡我先洗干净，你让家里的厨师跟我说怎么做白切鸡。温柔的声音令李管家下意识地看向女孩的侧脸，见她动作优雅，不像是没下过厨的人。秦真凑过去，热情道：七宝，我来洗，你去拿笔记录怎么做的步骤。心想，洗菜我还是会做的。李管家连忙拦住：夫人，你别动，听少夫人的。秦真愣了一下，沉下脸，严厉道：老李，你在拆我台，我儿媳妇会不喜欢我的。被唬住的李管家心塞，想反驳，又被秦女士给眼神警告。17抬头看了一下两人，失笑道：妈，你帮我拿个亮蓝。哎，好嘞，我马上。秦真应了一声，连忙去柜子里找。见状，17看向视频，为了让李管家放心，安抚道：李管家，我会做菜，只是很久没做菜了，你放心吧。有了这话打底，李管家才松了口气，辛苦少夫人了。直播间的人又开始雀跃了，坐等很久没做菜的七宝会做出什么黑暗料理。这时正火速赶来现场的席森老总裁吓得在群里席莫寒席莫风咆哮：你们妈妈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为你们是问。被艾特的两兄弟，一个在开会，一个在拍戏。得到助理汇报，连忙一看席家大群，立马打开了婆婆来啦的直播间。只见17围着粉嘟嘟的围裙，他们家的女王大佬秦女士在给女孩聊碎发、端水、送东西。两人均没看过秦女士如此献殷勤，越看越头疼。我妈当真了，妈不是玩，为何对这个女孩如此好？难道有救命之恩，让我们以身相许？两人在群里发了2条信息，便开始陷入沉思，谁也没空理他们。老三席漠北语音发送：大哥、二哥，我双休在家都没妈管，你们再不管嫂子，我就要去找你们住了。两人：席莫风，我出差，你找二哥。席莫寒听到助理汇报：席影帝，我们查不到77的信息，估计被人隐藏了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他不由得蹙起眉头，开始怀疑女孩动机不纯，靠近自己母亲，准备综艺节目结束后亲自去见一见新姬女。婆婆来了的画面很和谐，没有暴乱的厨房，更没有手忙脚乱的环境。17主厨秦真打下手，进行的有条有理，厨师都称赞：少夫人，你做菜的天赋很高。那是我家七宝做啥都行，做菜小 case。秦真嘚瑟的炫耀，手里端着一杯水送上：七宝，可不可喝一口水？17正处理好虾线，看见婆婆端这样一杯水，会心一笑：谢谢妈。她一边说一边脱下一次性的手套，拿着杯子喝了一口不烫不冷的温水，又继续听厨师说步骤：少夫人，锅里放油，冒烟加蒜末，爆炒出香味后，将虾倒入锅中，继续爆炒，加2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1勺糖，1点盐，半勺鸡精，1勺料酒，半碗清水，焖2分钟出锅。在观众期待的眼神下，一盘红彤彤的油焖大虾出锅，令所有人口水直流。嘶哈，隔着屏幕我都好想吃啊！哦喽喽，这叫做不太会做，听着步骤都能做出5星级大厨的厨艺。嘿，我跟着七宝学了5星级大厨做的油焖大虾，太美味了！我去，你们怎么也不提个醒？亏大了！导演看着屏幕上的弹屏，怎么有一种他在做美食节目？他看着热搜榜都已经冲到前10，一言难尽道：去看看别的组。屏幕上出现沈南路一组，她婆婆一个人在厨房转悠，儿媳妇则是抱着笔记本坐在一边认真的工作，画面比较和谐。直播间弹屏也平平无奇，没有什么评价。屏幕上又换成楼叔一组，两人一起下厨，边做边聊家常，也没什么看点。接下来是最后一组，这一组无疑就是点外卖。由于前面的事情，婆媳两人有点小矛盾，各自拿着手机在玩，互不干涉。导演，外卖送到没？门口了。工作人员提示：抓紧来点看头。他现在看秦女士和77那一组是整个节目组的焦点，希望再打造一组。半分钟后，外卖小哥按响了门铃。正在1楼的倪明梦听到门铃声，就知道外卖到了，便站起身亲自出去拿。其实一早没吃早餐的他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你好，是倪小姐吗？这里有您一份外卖。外卖小哥礼貌道。倪明梦站在门口冷声：帮我拿进来放在餐桌上。话落，门口的外卖小哥愣了一下，
显然没想到还要进去，却还是走了进去。等人走后，倪明梦还是叫了一声妈，快来吃吧。卓巧曼被喊了一声妈，就起身过去。都12点多了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倪明梦先拿了一个披萨打开，一屋子的榴莲味飘散而开，令卓巧曼的脸色突变。她伸手捂住自己的鼻子，惊悚地指着桌上的食物，声音颤抖道：你订了榴莲披萨，你不知道我不吃榴莲？倪明梦下意识地望着他，如实回答：我忘记你不吃榴莲了，你再看看其他的食物。说着就打开了所有的食物，薯条、炸鸡、甜点、可乐等。卓巧曼脸色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了的铁青，气息都变得急促，再也控制不住地问：倪明梦，你就让我吃这些？你不知道我只吃中餐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只吃中餐，导演也没想到会看到婆媳杠上的画面，吓得他想关掉屏幕都来不及。直播间弹屏，卧槽，婆媳关系就此破裂了，太脆弱了。